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他们将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呢？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一直干涉我的社交，我的工作，甚至连我和家里弟弟的交流都要吃醋，动不动就要查岗，各种怀疑我和别人有暧昧，让我完全没有自由。他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模糊，他没有从中调和，也不主动向家里正式介绍我。我只是害怕他会受到伤害，想保护他。他一直和其他男生走得很近，也不明确拒绝他们，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家里给不了我太多支持，但他父母因为这样就要拆散我们。他也不帮我缓和跟他父母的关系，还要听他父亲的意见抛弃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梁先生，25岁，来自四川，教师，有请。马女士，24岁，来自河北文源，有请。欢迎两位哈，校友是吧？对。啊，谈3年了。毕业了哈。对，我今年刚毕业。在哪儿生活？你们俩现在？现在他还不确定，但是我想回我家那边。我们家是在那个天津滨海新区那边。哦，那你资料上面为什么是河北呢？我们家户籍是那儿，但是我是从小在滨海新区长大的。哦，毕业要回滨海新区。对。你怎么考虑的？他爸妈不是给他找好了工作吗？但是我去那边的话，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好找，我现在只能在我现在这个地方待着。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武清。哦，今天就为这个来的是吧？咱们从哪儿说？我就觉得他占有欲极强啊。那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偶然跟个男同学说2句话，就恰巧被他看见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对我就是大吵大叫的，而且当着那么多我同学的面，就让我很抬不起头来。他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那你跟那个男的有说有笑的，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为什么你还要求我把我通讯录里所有异性朋友的微信全都删除？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我不就够了吗？你为什么还要留有别的男的微信呢？我不可能就是只局限于就是咱俩之间，我还有其他的社交圈啊，比如说工作上的或者跟朋友之间的。其实你不要这么限制我，可以吗？那反正是男的，那他就不行啊。你再说了，你之前你跟我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男的给你发微信过来，说你们之前旅游的事儿？那你告诉我了没有？你怎么没告诉我呢？我根本就不想告诉你，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不会同意我去啊。那你知道我不会同意你去，那你还跟他们一块儿去玩？这毕业旅行，就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且跟他们大学4年关系那么好，在一块玩怎么了？而且就是跟我一起玩的不只是异性，还有我2个室友呢。你2个室友是跟你关系好，但是那2个男的，谁能保证他对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坏心思呢？你总是这样瞎想。他是要求所有的异性全删啊？对，全都删。毕业旅行跟男生去旅行的？对，那4个人就是2个室友，还有2个男生，我就特别想跟他们去玩，跟他们在一起玩的快乐，就是就跟他在一起是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不一样，快乐不一样。那你不是应该找那2个男生当中之一吗？那不就快乐了吗？不是，那是朋友，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外向，而且就是在我大学兼职的时候，是在那个一家机构里，然后做助教，但是他那个工作时间他是不稳定的，他有时候就是看学生晚自习，他要持续到那个11点。然后他就不乐意了，他就在我机构门口就是停着车，就堵得水泄不通。人老板看了监控就开始来找我了，他说你对象怎么这样啊，还摔东西。你们老板之前说好了是不是10点下班？那为什么非要等到11点多，甚至接近12点才给你们下班呢？我这不就是为了维护你的权益，让你准点下班吗？我在同事面前就是怎么为人处事，他们总是在非议我了。现在你管别人怎么眼光，那我俩自己过好不就完了吗？那我毕业之后，现在已经正式上班了之后呢，你还不是在我上班期间，你天天就是打视频，你就是监视我。我不是监视你，那就是担心你公司的同事啊，什么还有领导呀欺负你什么的，我就是想保护你的安全而已。不是，在你的眼里，这社会男的都没好人吧？
我就是看，可能就是看网上看多了，就是说什么领导欺负下属啊之类的。真的这个有时候特别不可理喻。啊，行，控制欲这个我们理解了，还有啥不可理喻的？就是暑假嘛，然后我堂弟在外地就来我家就是做客玩儿，然后我跟我堂弟就在一块儿聊天啊什么的，他就不乐意了，他就把我拽过去，就不让我跟我堂弟说话。他不是不跟他说话，那总得坐远点吧？他毕竟是个15、16岁的大男孩了吧？他也能自己玩呀。你不要这么瞎想。那不行，那反正是个男的，那肯定不行啊。再说了，你之后你们一个班的男生吧，你好像都给他们备注生日，然后还给他们卡点送祝福，说生日快乐。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已经大学4年的好朋友了吧，而且生日1年只有1次吧。那我给他发一个单纯的生日祝福，就祝我生日快乐又怎么了？又没有做越界的那种话，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也可以给你的那些女同学发生日祝福呀，你们毕竟认识，然后关系好。那你们班那几个喜欢你的男生，你知道吧？我相信你应该是知道的。那他们喜欢你，为什么还跟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不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对我有好感，而且那是之前的事儿。那是在咱俩没有谈恋爱之前，而且咱俩现在谈恋爱了，而且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带你一起上课，他们都知道咱们的关系啊，他们也是祝福咱们呀。而且我微信你随便翻我跟他们聊天的内容。那你考虑过我看着难受呀，毕竟他们喜欢过你，你见过。哎呀，别说了，你怎么那么自卑呀你怎么这长堂7尺男儿？你说你不脸红吗你？自信一点嘛，你就没有什么好的女同学？记一下生日，给他们发一生日祝福，有吗？没有，就之前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就一个那个，一个也是有。哎呀，你是装的老实啊，小子。他就是给他那个女同事发表情包，就之前我俩就是热恋的时候，就是我总是给他发一些甜蜜的那些表情包，然后呢，我就发现他那个女同事也给他发我一样的，然后最后我才搞清楚，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把我的一张一张特意给他挑的表情包都发给他那个女同事了。那别人问我要，我总不能不给吧？那你就不懂得拒绝吗？啊，他一次找你要，你给他了；他次找你，你还非得给他呀？你再说，那不就是个表情包吗？那别人问我要，而且别人还拿他的表情包跟我互换，他有的表情包我也喜欢呀。我根本就不信他说他跟他女同事发表情包这件事儿，而且他有一次就是他把他那个跟女同事的那个聊天对话框给专门隐藏了，直到他那个女同事给他发消息，那个消息框弹出来，我才看到。我不就是为了就是不让你多想我，所以才隐藏起来吗？那你肯定是有属于你俩私密的话题，不想让我知道呗？你分明就是有鬼啊！所以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我们就放在这儿吧。就恋爱期间，双方好像还谈个啥呀？赶紧分手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毕竟谈了3年了吧。好。而且就是在爱情里，不仅仅只有这些，就是也有属于我俩就是挺甜蜜的。还有甜蜜的，所以我们要继续，是吧？而且我毕业之后就是想我们关系更进一步，就有考虑到结婚。但是他们家态度对我也不是很好，反正。啥意思？就是我之前跟他打电话，我有时候就会经常就会，因为有时候会异地嘛，然后就是会想他啊什么的，就给他打电话，但是他电话天天占线，一问他干什么呢？跟谁打电话？他就说跟他妈妈打电话呢。那我爸妈在那边，我离他们那么远，那我1年就回去1、2次，我爸妈给我打电话聊聊天，怎么了？那可是也没有必要天天吧？那不是。不都回去了，为什么还打电话？我不是在天津这边工作嘛，所以我家住在也在这边，但是我爸妈是在四川那边，因为我老家是那边的。最让我琢磨不透的就是你们打电话用四川的方言，我也听不懂，而且你有时候对我不满，你也不说，然后你跟你妈妈用方言说，是不是就是说我坏话？而且你妈妈就是对我也不关心，甚至就是连我有一个亲弟弟都不知道。而咱俩已经谈了3年了吧？就你们家态度对我也不好，是不是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说你什么坏话呀，而且也没有对你觉得不满。我爸妈就只是单纯的想我而已。再说了，关于你就是介绍给我爸妈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应该就是找个适当的机会。就是线下吧，好好给他们介绍介绍。如果在网上微信跟他们说1言2语也说不清楚啊。
还怎么找适当的机会？这端午节的时候，我是不是把你正式向我们爸妈介绍了呀？而且我爸妈觉得咱俩谈了3年，而且是大学最后走到一起的，真的就是挺少的，觉得就很看好咱俩，然后又觉得你就对我照顾的也挺好，而且就时不时的还就是打个电话给我爸妈，就是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然后我爸妈还给你见面礼了呢。这个事情都是我们家在主动。那我爸妈之后来的时候，是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时候，咱是不是也吃了个饭？虽然说没有给你见面礼，但不是说也之后回我老家那边给你见面礼吗？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这顿饭是不是我求来的？是我啊，就跟你说，你让你爸妈来，就是我们做一下吧。你还那样勉为其难的答应了。那我爸妈专门来看我，他也没想过就是说要先见见你什么的呀。那可是就是南北方。别可是了，这不就是真相了吗？我爸妈是来专门看我的，也没说想见你嘛，你还问什么呀？你不会听话吗？你听他说的那话嘛，我爸妈就是来看我的，在他们的行程里没有见你的意思，没听懂什么意思吗？可是我觉得我不重要了。就是不重要啊，这话已经告诉你就是不重要了，你还以为你听错了吗？是不是就是不重要？你爸妈就是没打算见他吗？那我爸妈说了好了，就是之后回我们老家那边。那都人来了，为什么都不见呀？急切的也应该见呀。那可能觉得太突然了，就是怕吓着他呗。没有太突然，怕吓着，这理由不合适吧？站不住脚吧？行，我们听明白，就是在结婚或者准备结婚这件事上，好像女方比男方稍微主动一点，我这么理解可以吗？你认不认？可以吗？是。你爸妈好像没有那么急切的就认准这姑娘嘛？见过之后觉得这姑娘怎么样啊？我爸妈也没跟我说，我也没问啊，那就是没看上嘛。啊，后来呢？就是我们那一次就是吃完饭之后，他让我自己打车回家，都8、9点钟了，让我一个女孩自己打车回家，然后他送他爸妈走，那车里难道就放不下我一个人吗？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要紧的事儿要干。哎呀，别问这些问题了，你问这些问题干什么？越问越丢人。还有啥好问的？要是他父母中意的话，肯定哎，你把孩子送回去，我们自己走，这不就中意吗？对吧？父母再热情点，我们一个车我们也送一下，对吧？父母就算没中意，他中意，来，我们俩一起把爸妈送回宾馆，打个车，然后我再送你，对不对？4种方式都表达是在意的，都没选择的是第5种。哎，自己打车回去，你还好意思问吗？不需要问了吧？我们听听后来还有没有事情。而且后来就是一开始是我爸妈正式见他了嘛，然后就觉得双方父母也没有正式见面，也没吃过饭，都不知道双方家庭是什么样的。毕竟结婚不是咱们2个人的事情，是双方家庭的事情啊。那之后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爸妈就是不非得要我们全款买房子吗？你知道我们家根本就出不了这么多钱的。你们家有3套房子，那要装修，你就是你搁置一下不行吗？就是那我们家那边那3套房子有2套是要租出去的，那不租出去的话，那2套房子白空在那儿了，有1套他们得自己住吧。而且我现在已经工作稳定了，而且肯定是考虑咱俩以后啊。就是我爸的意思就是最起码得有个房子吧，而且就是需要那个要求就是全款，因为毕竟我们家那边是郊区，那个也不要求房子买多大，地理位置多么好，就因为我俩毕业之后就需要有个安定的住所。他们家态度就那样，我就理解不了。他们家啥态度？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就是出个首付，以后咱俩自己还贷款不也行吗？反正我俩以后也会工作的呀。那可是我刚毕业，起步工资也不高，你现在还不一定在哪儿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压力呀？那以后没钱了怎么办？还舔着个脸找父母要是吗？那我爸妈说的那2套房子，如果租出去的话，那不就是用来可以还房贷吗？如果没有租出去的话，咱俩自己的工资那就顶一阵子呗。这2套房子在哪儿呢？在4川。他总是听他爸妈说。那可不是，他只能听他爸妈说，他没钱，他问人要钱，他可不得听别人说吗？你回滨海新区工作，你在哪儿工作呀？对，我就是想说、问你。我肯定是，我现在是在这边，但是我是想跟他去那边，但是他们那边工作很难找，就是找去呗，就是太远了，交通也不方便，因为那个地方离你不是有车吗？
对，是有车，但油费也挺贵啊，现在，而且那个地方离不是，咱城区天津拢共开个车跑也没多长时间呀，我看的那边时间大概过去1个小时10几分钟。就1个小时10几分钟呗。对，那你要天天来回的，那油费实在真的耗不起。坐公交呗，你坐公交不行，坐地铁呗。那边没有去那边的地铁啊，反正理由很多嘛，对吧？就为这个事儿就卡在这儿了。我觉得都是他的借口。我觉得有句你觉得什么话说的，我觉得他都是借口。哦，你还知道啊，姑娘，你还是大脑非常清醒的。我一直以为你是糊涂，原来你是清醒的。你知道这是借口，借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拖着不想结婚。拖着不想结婚，为啥不想结婚？可能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或者也没那么深爱吧。哦，所以把这个话倒过来，就是他其实对我没有那么深爱，他也没打算跟我结婚，那您还拖着干嘛呢？你对这段感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不是，就是也是想过结婚的，就不是没有啊，想。是没有人说你们不想结婚，现在你怎么办？就这点距离上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敢说爱，还敢说要结婚？哎呀，这个是我上班的距离，每天都要。对啊，你在北京上下班，你说我一个单程用个1个多小时，很正常啊，很正常，对吧？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就1个多小时的路，就把一对号称相爱并且要结婚的年轻人给难住了。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宏兄，其实这段路很冤枉，很委屈，他被你们当成了借口和理由。这个距离问题就是你们爱的心中的距离问题。如果有爱，这点路算什么？跑步都跑到了，单车都骑到了，怕什么？只要爱的人在。你有这样的动力、激情吗？实话实说，没有。你们而且表达给我们看的，你和女同事之间，我知道没有情爱，但是快乐。你和男同学之间，不可能是爱情，但是开心。这就表明了，你们这一段爱，已经不是那种不顾一切的、熊熊燃烧的那种爱情。所以两个人自己扪心自问，对方在心中还有多少？这个点很重要，好不好？谢谢博宏兄。叶老师，我吧一向觉得吧，爱情是有温度的。比如说呢，就像烧一壶开水一样，这个水烧开了可以泡茶，要烧到它沸腾。我们知道，在一个大气压之下，应该是烧到100摄氏度，对吧？那如果是水还没有沸腾，它就烧到70、80度，拿来泡茶，喝了有可能会肚子疼。要结婚，感情呢，确实是得到沸腾，得到100度。没到这个度数的时候，你去结婚，那就很不合时宜了。我觉得你们真的没有到那种地步啊。刚才你看，你们在那个通话当中说到，多可笑，到那个地方去找工作。哎呀，我觉得我没有合适我的工作，你有没有仔细去找过？哎呀，我觉得我不能到那儿去。你看每天交通有多不方便，所以我说，就是这个温度不到的时候，你们谈结婚，你们是不是在闹着玩呢？你们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距离，就能够让你们望而却步。就这温度的感情，就这一点感情，还谈结婚呢？你们真以为结婚是闹着玩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问一下小姑娘，你男朋友说啊，你的手机里不许有其他的异性，他让你全删了，你删了吧？我就删了一大部分，只留了一小点儿。那他手机里面有别的异性，你会让他删吗？我觉得没必要。你觉得没必要？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你让他删，他会删吗？我觉得他不会删。你会删吗，小伙子？如果他要求你把你微信里面所有的异性全都删掉，只留下妈妈和他了解的女性，你会做吗？不会。不会。那你凭什么那么要求他？就是觉得外边男性不行。哎，你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就是觉得我眼里男人都是坏人，所有的男人都会惦记女朋友，你觉得这个站得住脚吗？除了我之外，不能有别的男人，甚至连你14、15岁的小表弟他都容不下。你看看他能容得下谁？刚才我听了这2句话，你知道姐姐什么反应？小伙子，我告诉你，我毛骨悚然。
我没想到电视剧里让我恐惧的情节，居然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你除了我之外，我告诉你，不许有别的男人，你只能是我的。有没有人说过你这种感觉不健康？除了你之外，男人没有好人了。这话都这么大岁数了，孩子咋说得出口的？行，谢谢叶老师，莎娜老师。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我不知道米娜老师啊，反正前3位带上我们对你都有一定的意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这个套路和假装真诚的本领超乎我的想象。你让人最讨厌、最厌恶的地方在于，你既没有诚意要娶人家，但你又要控制人家。为什么呀？你用控制来表达你的爱，表达你有多重视他，你有多在乎他。你的占有欲和你的控制欲并不能代表你爱他，而只能代表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的这个控制和你的这个占有欲，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到非常极端的。所以我告诉你，小马，你如果发现他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姑娘们一定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把男人对我们的控制，男人对我们的占有当成爱的全部，因为他不让你和任何的异性接触，这叫干涉你的人身自由权利。这个时候是要坚决的说不，坚决的反抗，坚决的拒绝，这绝对是不健康的爱。但是你一没有拒绝，二你还想着嫁给他，所以你的这种往前走也激发了让他再进一步的去试探你的底线，那再走下去那就是危险的边缘了。谢谢。来，米娜老师，假如他不删，你会怎样？可能我会自己帮他删了吧。假如他为此很生气，夺手机不给你密码，你会怎样？可能也就大吵一架什么的。大吵一架，他也不给你删，你会怎么样？也没想那么多，不知道会分手，还是会摔了这个手机，夺了他的卡，把他反锁进卫生间，让他没有办法？那应该不会。所以你能够想到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抢过他的手机，帮他删掉里头所有的异性，是吗？对。当你跟他讲我要把你里边所有的男生给删掉，他说什么？他说就是说他那是好的朋友啊，他不删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让他跟我说那朋友什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可以，然后就留着。好。所以是他那么病态吗？男孩子只是跟你说了，我不喜欢你跟那些男生在一起，我要把你所有的男性朋友都删掉。你说好嘛好嘛，删嘛，但是我的好朋友你要给我留着。男孩说，那你说那是哪几个好朋友？于是你说了，男孩真把你的好哥们儿留着了。这个里头所有的就是你所控诉他的事情里头有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就是同事往往不是什么要害，而发小男闺蜜才是要害，可你却可以留下。为什么？因为你坚持了。所以是他变态吗？是你刻意迎合主动送上去的，是你把他诱导成这个样子的。你可能会在他面前说，我弟弟来了，你看我弟弟都长得这么高了，走出去别人都会说像我男朋友呢。然后他吃醋了，说保持分寸，你这样也要吃醋，你真小心眼。于是你又体会到被爱了。这样的桥段没发生在你的事情里吗？很多时候就是我真是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已经不知道撕了多少姑娘的这一个小白兔啊，或者是说怎么着的这个外包装了。你把自己伪装成小白兔，目的是为了跟他结婚，结婚是因为他家有3套房。就像你已经说了，如果3套房不卖，不在这边全款买房子，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自己遇到困难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愣住了，凭什么一个姑娘可以理直气壮的以我能力差，我穷，所以你必须得卖房养我啊？凭什么？然后你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在这里虽然说我帮着你说了话了，我是唯一一个帮你说话的人，因为他的问题比你大，但你也没好哪儿去，小伙子。你介意的点是什么呀？你说实话，你不吃他这些醋，但是你介意一个点是他爸给他安排了工作，没考虑我。你们2个人真爱吗？你们2个人谁爱谁呀？一个爱上了房子，一个爱上了工作机会吧。
你们有谁愿意？你要是告诉我说，米娜老师，我愿意为了他裸嫁，我愿意为了他跟他一起还贷，我愿意为了他把我自己倾其所有，并且请我父亲支持我一点，因为我爱他，我不要他家3套房。我说你是爱情。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他爸给我安排工作，我也不要，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有能力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让我未来的老岳父能看得起我，那么我也会称之为爱情。你们两个是什么？2个无能的小孩子决定我们在一起谈场恋爱吧。那么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是爱呢？那就让我们行使一下男朋友的主权吧。男朋友的主权是删，于是你删了。你没事瞎作一下，让我行使一下女朋友的主权吧。女朋友的主权是什么？是你不可以给你妈打电话，你跟你妈打电话的时候不可以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不就是这些废事儿吗？你们干过什么？你们为爱这一个值得吟诵的东西，你们干过什么？你们除了去算计着房子卖不卖，首付是多少，工作父母给不给找，你们这2个年轻人对得起你们的青春吗？哎，谢谢米娜老师。男生其实你挺虚伪的，这就没意思。你留在武清是因为他还是看上了天津这块土地？如果你因为他，你可以回四川了。如果你看上了天津的工作机会和天津这块土地，请你好好的工作，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本来嘛，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嘛，又到了你们要分手的季节了嘛，你们就坦诚的分开就好了。女生要的东西其实也很怪，这是现在我们经常在现实社会当中听到的，就女孩似乎一结婚，男方必须得有房子。为什么？双方有钱，你们买房；双方有钱，你们租房；双方有钱，你们爱干嘛干嘛。在那啃着父母，还来一句：“那万一未来呢？”所以没有能力就不要结婚吧，开开心心谈谈恋爱就好了。什么时候你们有能力了，什么时候你们再结婚。哎，一起进入真情60秒。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一起进入真情60秒。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嘉宾老师，对我们这个事情的见解。其实作为这个事儿吧，我觉得2个人还是就是说需要相互再考虑考虑，毕竟这个事儿嘛是2个人之间的事儿，都是相互的，就有必要就是双方去付出，包括这些事儿也需要好好去解决这个事儿。那你态度就真的这样吗？你就没有想挽留我吗？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谢谢2位，请回，请回，谢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博红兄，做预测的时间到了。我不看好他们的恋情，我认为双不出。我觉得可能女出男不出，因为那个姑娘，我觉得她还挺留恋的。双不出，女出，她还需要扮演这个示弱的角色呢。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么年轻，为什么把日子过得这么没有朝气，变得那么世俗，变得那么虚伪？就是祝他们阳光向上，获得真正的爱情。结婚32年了，他之前对我挺好的，现在他都变了。我跟他现在真的越来越难沟通了，说话经常不在一个频道上。现在我做什么都不合他的心意，
他总是不理解我，还是我不懂他，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做的不好。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谢先生55岁，来自天津，私企员工；吴女士53岁，来自天津，退休在家，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结婚32年了。今儿来我们这儿是为啥呀？就是在我们搬完新家之后，他现在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你总说我脾气大，我就认为我是很正常的。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他又说了，你看他这是不是？啊，你说。就刚才说是因为买了新房，所以脾气大了是吧？去年9月份装修时，我为嘛选全包？你就图省事不想管。我怎么叫图省事？我不想管，对吗？我实习单位我上班我能歇吗？真说白了，你嘛也不懂。对吗？有让你买菜，让你买不懂，我不就溜完之后，惦着你歇班的时候，让你去看咱俩确定去吗？你真会说你！我上6天就歇1天，这么累，我7天都跑完了，你就确定一下嘛。你行，懂了啊！就是装修的时候有一些矛盾，这就带到新房子里来了呗，看着就不舒服呗。他那阵跟我吵得特别厉害。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不满意，可是我也不能说。就听明白了，你看他这，你看这脾气了吗？啊，行，他就是这个咱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这事儿在心里是个疙瘩，没有按我的方式用全包的方式去装修，或者说装修的风格什么，我不是特别的满意，可能带了一些情绪，这承认吧？有。行，那咱们这事儿就过吧。而且他特别大男子主义。现在我就说找了一个幼儿园后厨的工作，最起码能贴补一些家用吧。挺好。他就认为就是说我去幼儿园上班了，然后给他做不了饭了。这有嘛说嘛，这幼儿园后厨帮忙很累，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你要是出去，你稍微轻省点了。5年前就是说喝了2年的中药的，把病治好了。不能沾泪，不能沾气。那你还气我呀？你总说我气你，我怎么气你了？你要对我好一点的话，我对你还不好不？你总说我对你不好，对吗？我嘛事儿不想你，真是说白了。你说你看上的衣服，我哪件没给你买过？哎呀，你别提买衣服去了，一提逛街更有气。行，你看那每次出去都是高高兴兴的和出去，逛完街之后回来都是生气回来。为啥呀？因为逛街我就恨不得就说逛他就逛一会儿就累了。哎呀，我累了，这那个就要回去。然后就我们俩闹就特别的不高兴。你那是逛街吗？你那是逛街吗？那不是逛街是嘛？你逛街嘛叫逛街？我打个比喻啊，这商场要是5层，它得往6层溜去。嗨，您不是难得吗？不是，你不就你这么？我就是我买东西就是嘛的，我看这个东西啊，我想买，到那买完我就走，我不累了。不是这他不行。你不得对比一下吗？你买衣服得看合适嘛，价位合适，你穿着这就是也适合于你，对吧？我拦你一句，结婚32年，这新房不是9月份吗？就前31年也这样吗？反正哪次就逛街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啊，逛街容易起冲突啊。您觉得心疼他，他觉得您大男子主义。还有什么让你心里过意不去的？还挑剔，说的都是我优点。他有时我就这个饭，如果要是说做淡了，他就会说：“哎呀，盐涨价了，那意思你舍不得买盐了。要是要咸了的话，哎呦坏了，我就吃完那会儿是不是得变成燕子糊了？我得拿绳拴点，别飞出去。”说话特别讽刺。我做饭的厨艺我还是相信的，要不然的话把你们喂的都那么胖啊。你的意思是你这饲养员挺称职了，对呀，对吗？要不然的话，你看看你们都吃的这么肥，肚子这么大。我他说的知道吗？都是自己的理。就说教育孩子上面，我们俩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我一说话，他就说他是孩子，你别说他。我一说话就说，我现在我也不说了，我说嘛呢？不是，我说的对。你不听孩子有什么事跟你说一半我呀，一句话一说，他就给孩子拦住。听不懂就是他爹，我是他爹，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关系这个层次？你知道他是你儿子，那就是我就说让着他一点儿，但是我知道我是他爹。孩子到现在就是他宠的，我一说孩子一哪不行，就是他不是孩子嘛，长大就行了。现在长大了，30了，天天就是玩，下班儿子进家进自己屋以后就玩游戏，到吃饭得煽情，
就比请皇上还难了。他那游戏没玩完，可不他就你看见了吗？啊，看见了吗？你们的早点、中午饭、晚饭不都是我给预备的吗？预备不预备？你们俩都是一样的，你就你看跟孩子他不承认他自己宠孩子，我就是。有时我们两个人说话知道吗？说不到一块儿。给孩子那个一个烧饼，他是俩烧饼，他还嫌我给孩子那个肉搁的多，他那肉搁的少，他还跟孩子争执。孩子吃肉没事，他吃肉不行。你说这话是实话吗？你怎么不是实话呀？你亏心吗？你不胃口难受吗？不为了让你注意，就不为了你的身体嘛？对，他说的对，他说的对。你们胃溃疡对吗？我带2个烧饼。一个里面加一个荷包蛋，加一片肠子。因为我工作性质说白了就是重体力劳动。我这在家吃早点，我11点我就过，所以说我带着早点我去尝试。我这前面这一天，原先我就留着能上6楼的劲儿，现在住新房了，高层有电梯了，我就不用留劲儿了。可是到家我真的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我连吃饭都不乐意吃，因为嘛呢？士气，好好表现表现。一个是好好表现，老板对人有个照应；另一个呢，我多干活，我还多拿钱了嘛。对吗？他就不理解我，还总问你至于那么累吗？天不天？到底做什么的呀？车工，那是挺累的。我多少说你至于挺累的？你哪次回家的家务活干过吗？都是我在家干，吃饭伺候你们洗衣做饭，不都是我吃的？这个我听懂了，就是先生有点抱怨，觉得妻子对自己的关心不是特别够。是吧？我觉得他现在就有儿子啊，我无所谓了，说无所谓，看见了，心里全是所谓。你要是说我要是不管他的话，可能嘛，我都是一样的。这个说的，知道吗？他不如做的。你说的再好，你没做到那儿。怎么我没做到呢？你说我哪点没做到？你都做到那儿，你做的非常好，你做的非常好。行，怨我啊，听明白了。儿子刚才没听错，30了是吧？还跟你们住一起呢？对。结婚了吗？没有对象的，没有。就这么大孩子啊，天不天下了班，屋里一待，就吃饭在房厅，打水出来，去厕所出来，就自己屋里一待，也不知道干嘛，门一关。是玩电脑，是打手机，是干嘛？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语言交流这一方面啊，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30了，你出去，你溜溜去。你看看马路上哪个小闺女多？你，哎呀，这当爹的这话说的不是顺其自然。我为嘛？是，您说的对啊。我在他这个年龄，他都5岁了，着急他。我们真有嘛说嘛，邻居朋友边儿大的，人家那个都有隔辈儿的了。我也天天我看着人家耐人家的，我他妈心情不能说随便找个人就结婚，对吗？你像现在他没看上顺眼的，你不认可，然后后来你随随便便结完婚之后再离婚嘛。所以现在孩子就慎重。不，你想的太远了，知道吗？还结完婚离婚，他现在对象都没有，跟谁结婚？所以他现在不在这个选择阶段吗？你说的啊。所以说我们俩现在不能说话，你们俩说不到一个调上去。听懂了，就我能问几个问题吗？您讲。今天来到底干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我们这个矛盾能不能解决？我们能不能调和？那您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们俩最大的矛盾在哪儿？您觉得啊？我觉得他就是脾气暴，而且有时就是说听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听全了，然后他就不明白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沟通不了呗。对，这个您用6个词儿形容一下您先生。没好听，人还行，就是脾气暴。我说6个词儿，6个词啊。那第一个词儿叫还行，是吧？第二个词儿叫什么？脾气暴啊，脾气暴。好，还有吗？倒是顾家，顾家，还差仨。跟我沟通的困难就是不善沟通。对，不善沟通。4个词儿啊，还差呢。得嘞，来。同样的问题啊，儿子30岁了嘛，对吧？这当爹的很着急。假设现在有很多看节目的单身女性啊，想了解一下您的儿子的话，请您用6个词来形容一下您儿子。帅气。帅气啊。还有呢？阳光。还有呢？我儿子是个暖男。还暖？还有呢？踏实。还有呢？而且还肯干。还差一个词儿。贴心。还贴心，我的天哪！来6个词儿说儿子啊，当爹的客观评价一下。耿直，怎么说呢？
这暖男的我也承认，肯干我也承认啊，帅气也算帅气。行，您就一个词儿就同意不就得了吗？这个同意没有分歧哈，这没有分歧啊。来6个词儿形容一下妻子，有时挺温柔的，行，温柔也挺善良的啊，温柔善良。这怎么说呢？就是没脑子，实在。到底是无脑还是实在？没脑子就是实在啊，实在，知道吗？没心眼子，没心眼子。对，这几个3个了哈。我现在还真想不起来他还有嘛哈。行。您今天陪他来的目的是？我呀，我不乐意来啊，他非得让我来。我总觉得嘛呢，两口子事儿，家丑不可外扬。我们俩现在到了家，就是说吃饭，吃完饭我把盘碗往里一钻，没有话说，我们也没法沟通。有一点小事呢，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跟我喊，他还总说你总跟我喊。你们这前面30年是不是都这么过来的呀？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凉啊，越来越冷？下半年，就今年下半年。为啥？好像也跟这个压力有关，生活压力也有关。我知道这个原因，但是我有时候我真绑不住自己。我看他干嘛活我都别扭啊，看着就别扭，是吧？我听他说话，行，为嘛说3句就吵呢？我听说话都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您啊，为什么不跟儿子说话呀？我们儿子说了，我跟你有代沟，咱俩说不到一块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说这话呀？有个2、3年了啊，不跟您说话，我不能跟他深入的交流。这个社会的状态，你工作的环境，为人处事，我就只能拿我的亲身体会教育他。但是呢，不爱听了。哎，你那都多少年代啊？你今年都50多了，你跟我说那干嘛？现在，你看我还怎么说？这要调和不好怎么办？其实我没问您，那就听他的吧。听他的什么意思？看人什么表现啊？看他的决定啊。这不是您过着难受别扭才来的吗？人家也没难受，也不别扭，至少人家知道我可以不用来，对吧？我呀也想来，也不想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话都给您说了，这个事儿要是摆桌面上，我都学宰面真的啊，知道？理解了。我都学宰面，知道吧？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这矛盾还不大呢。就这种小矛盾，就生活中的摩擦的，就是对呀，就是特别那个嘛。特别伤心吧？对，没错，特别无奈，特别是那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反而就没有说这么特别大的事件，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反而老了，或者到了这个岁数了，反而彼此更不懂？或者叫不认识了。我觉得这30年都过来了，对吗？因为就是生活就得越来越融合了，对吧？行。可是现在我觉着，他好像更年期了。好，2位用3个词形容一下自己对这个婚姻现状的一个感受。我感觉是无奈。您是无奈，第一个词儿，第2个词儿还有吗？我就好像就也想改变吧。但是要求变，对，无奈求变，还有呢？但是呢，你像到我们这岁数的话，看看能不能就是我们这个现状能不能还是怎么办？对吧？怎么办？我想求变。我觉得很无奈，因此我想求变，但是我又很无力，所以我想问问怎么办？您给3个词儿，烦就是一个字烦。是回家就烦，还是不回家也烦？我只要是一进了那个屋门是吧？回家就烦，回家就烦。第一个词儿烦，第2个词儿呢？无力第3个词儿，第3个词儿就是救护吧。行，看起来都是生活里的这个鸡毛蒜皮。但是32年的这个婚姻下来，在这段关系当中，2个人现在至少我们感受是不舒服，对吧？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种不舒服？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哥，很显然，您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是脾气暴躁的人。在您的眼里，您说的话那都是真理。这一辈子，他是不是一直在包容你，在谦让你，在照顾着你和你的儿子？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才使得你们的家能够坚守到今天。如果遇上一个强势的妻子，你们这个家早就散伙了。为什么
他会感觉到50多岁了，突然我们2个人的关系不一样了，这是他心中积淀了这么多年对你在家中的这些态度留下的阴影，现在突然迸发出来了，你明白吗？但是这种迸发并不是说想毁掉这个家，你们今天到爱宝来也是想继续坚守这个家。您的丈夫毫无疑问，他不但顾家，他心中有你有儿子，他的表达出问题了。您说不沟通是关键问题，你那张脸就摆在那里，人家看到你就避而远之，怎么跟你沟通啊？你们2个人说到底了，回望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对方的不容易，对方对这个家的付出，我想一切都会释然的，好不好？你们俩说话，我给下个定义，半句话式的沟通，每个人只能说半句话，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就会被对方打断。你们俩都是这样的，话都不让说完整，为啥呀？因为你这话说的不是好话呀，唇枪舌剑，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用来攻击我的，当然我不允许你攻击我了，那我怎么办呢？给你回过去呀。所以你们说的话都是在否定对方的，别让你的话伤到我，保护好自己，赶紧抢回来，慢慢品。32年的婚姻也该磨合个差不多了，怎么到老了，这战斗力越来越强了呢？他不说我更年期吗？那承认吗？我不本来他你就不承认是那个嘛，我就觉着以前的脾气就不好，我这一直就包容他。我觉着这现在老了，对吗？房子咱也住的也比以前大了。对这对吧个事儿啊，这个更年期哎不更年期啊，房子不房子，咱我觉得人竖心一点了。可是最咱还关键是那个是这个沟通的方式，就是你们只是在说，没有一个人在听，是2个人本身都是带着情绪在说话。你带着情绪说话，这话说的就急。人啊，长着一张嘴2个耳朵，就告诉我们多去倾听，少说，至少把对方的话听完了，好听不好听都听完了。那么第二，不在气头上说话，如果觉得真的很烦，宁愿不沟通，缓一缓，等情绪稍微好一点了再说事儿。这个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控制力的。第三，别光顾的自个儿说自个儿的话，适当的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我经常讲，夫妻之间有话慢慢说，有话小声说，你别小瞧这2个小小的动作，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矛盾。另外一个，别总是看对方的缺点，如果你一说话就指着对方的缺点，这么讲吧，你看到对方什么，你就是在和对方的什么过日子。你天天说对方的缺点，你就是和对方的缺点过日子。你看到对方的优点，你就是和对方的优点过日子。所以调整你们的视角，其实2个人也不至于说坏到哪里去，没有，嘴上不饶人，心里还惦记着对方。所以那干嘛有话要反着说呢？咱就不能正面说吗？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矛盾。所以就聚焦在一个词儿吧，少说多听，日子还能过得好一点。说多了也累，听听歇歇吧。我先说下先生，哪个女人逛街不就是一边逛一边看，一边逛一边看？您别跟我说您不知道，女人都是一边逛一边看，为啥呢？省那几块钱，要买到合适的。如果您真觉得累，你可以好好告诉给他，老婆，咱今天逛半天，然后我带你吃顿好吃的，咱别回家做饭了，这叫体谅。你有吗？没有。你心里有心疼过吗？我好不容易工作6天了，他一个人在家里边，我真的就为了陪他。好的婚姻不就陪伴吗？哪天你想陪，陪不了这人的时候，你哪儿陪啊？还有一个，他做饭不好吃，很多男人老婆做饭不好吃也吃了，因为他知道老婆为了他做的饭。他边吃边说，老婆辛苦了，挺好的，
下次我也给你漏2勺子。我最近到天津来住了1个半月，我遇到好多天津男人都这样的，我回家给我老婆漏2勺，让她也尝尝。1个月可能1次，但是至少漏了，因为他心里有这个家。你有吗？您不用回答。所以您心里真的关心过、体谅过吗？同样，我想说一下妻子，30岁是孩子吗？没有谁会对一个30岁的男人说没事，他还是孩子呢。你们遇到我们的编导20多30岁，你跟他说哎呀你是孩子没关系，你别做节目了，回家你妈管你去，会吗？不会吧。他不是孩子的，他应该辛苦体谅你们2个人，当爸爸的不容易。你有跟儿子说过吗？你看你爸多不容易啊，5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呢，还做车工呢。你有说过吗？没有吧？说过。说过为什么还要叫3次，像请皇上一样请出来吃饭呢？你有说过你妈我身体不太好，你得帮你妈我做饭，说过吗？碗你得来洗，衣服你得来洗，说过吗？你爸如果陪我逛不了街，你该陪我逛街，您说过吗？没有吧？为啥？因为您只是把他当孩子，您没觉得他需要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所以你们夫妻矛盾就这么出来的呀。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没有反省，没有关心，早破了这个婚姻。但如果你们还想要的话，我觉得至少体谅得有吧，关心得有吧。你如果更多的关注到他为家的付出，你就会心存感恩。但如果婚姻连感恩都没有了，真的早破了。所以如果你们还想试图让这段婚姻好起来，先从刚才于老师说的多听对方说话开始，也许真的适当的学会闭嘴，至少能让你们的婚姻得到更好的挽救。如果适当的在对方闭嘴的时候，然后多说一句行了没啥，我陪陪你吧，可能你们的婚姻才能够回到温暖的状态。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把儿子赶出家门，你们关系就好了。我赞同。你们这种关系在宠溺型妈宝的家庭里面非常常见。首先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宠溺型妈宝，这是目前女孩子最怕的一种男人的类型。长期和妈生活在一起，成年之后甚至到30多岁都不做原生脱离。所谓的原生脱离就是从原来的原生家庭离开，因为他独立了，不能再跟爹妈住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妈总是怕他吃不饱穿不暖，要租房子太辛苦，所以我还在家里面给你留着房子，让你跟我一块儿住。现在很多姑娘看到这种男人转身就跑，这叫宠溺型妈宝。好，这是第一。第二，你刚才对孩子的认知是几乎完全错误。帅气不应该妈来说，帅气的姑娘说的。不是每个妈宝男都是妈很强势，然后儿子很弱势的，恰恰相反，这个类型是妈很弱势，妈不断的去宠溺孩子，照顾孩子，反而孩子对爸妈还是爱答不理的。好，对，讲完了啊，你同意吧？同意啊，好。我再跟你们讲为什么会导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很简单，因为你和孩子形成了一种共生依赖的关系，你和孩子是一体的，你们2个人筑起了一面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事实上是都撞在墙上了，对吧？有这个感觉吗？所以你和孩子之间的一整个共生关系使得你们那边墙很高很厚。他现在有了一个心理防御，所以他也有墙，也是很高很厚。你们的整个家庭是一分为二，2堵墙。所以你所有的话穿透不到他那边，他所有的话也穿透不到你这边。他每次一回家看到的就是厚厚的墙，不想回家。你说有没有更年期的问题？可能会有一点，所以加重了。你儿子要不要放到社会上去？你儿子以后要不要成家？你儿子你希不希望被别的女生喜欢？就很简单，你儿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靠你的评价，你把你儿子丢到社会上去评价看。他事实上他出不去，他每天不出去溜达，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评价已经出问题了，2位，所以他才不出去啊！外面有一堆朋友，一堆女孩子，他能不出去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给他这种错误的认知、错误评价有什么用啊？你跟他两个人绑在一起，你除了能对付他之外，还能对付谁呢？你还能把你儿子送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位置上呢？这是我要跟你说的。所以你要问我该怎么办，很简单，把儿子赶出家门，哪怕要租房子，一个人住，天天吃外卖，也让他去。你们两个人从此以后就过上真正的两口子的生活，就这样。刚才他说了一句话，我替他心酸，我看你压根儿就没听。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说这么一句话，作为他的妻子会漠视？一个男人说：“我每天累到要留一口气爬楼，现在有了电梯了，我可以不留那口气回家了。”一个想改变的人，如果这样的东西都看不到的话，会出问题。你们确实对于彼此的关注不够，您确实忽略了他的感受，你也确实忽略了夫人感受，这个毋庸置疑。什么原因？摆在那儿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反正我就希望你的脾气稍微改一改，在儿子方面呢，我是尽量少关注他一些，反正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少关注他一些，多关注你，反正我尽量这样做呗。我说嘛呢？其实我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我不想30多年了，说散了就散了，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现在的真压力特别大，从工作在各方面压力特别大啊！我以后也多注意吧。看看妈的焦点还是在儿子上，根本就没落到婚姻里来。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两位。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哎，行了，今天行了，不用对外跟我们说了。来，您站在中间去吧，我们也不听啊。你们自己感受是最真实的，外人怎么评价并不重要，你们幸福比什么都重要。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拥抱一下吧。行啊，哎，以后都多改变一点，行吗？今天啊，请亮灯。嗨，不用看我，你们要真想变，来跟儿子说两句。其实说了半天，知道吗？你说真给他轰出去，作为父母的，行了，您回去吧。啊，谢谢，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老师，请回，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请回，请回，请回。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